有个现象很诡异，一栋房子外面刷着崭新的油漆，里面却白蚁丛生，承重墙早已被蛀空。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就透着这么一股味道，一股从根部开始腐烂的味道。我们先从最让人感到生理不适的事情说起。一家奶茶店，新来的员工上班不到1个小时，就把自己的拖鞋放进准备给顾客的奶茶小料里浸泡，还拍成视频发到网上。店家的回应堪称经典，说这是刚来40分钟的新员工干的，已经被开除并报警了，所有材料都扔了。大家想想，这套说辞是不是很熟悉？临时工、实习生、外包人员，永远是这些人在挑战社会底线。一个刚来40分钟的人就能完成拍摄、上传、发酵、被发现、被开除的全套流程，这效率堪比火箭发射。你觉得可能吗？这背后真正的问题是，当一个社会的基本信任荡然无存时，这种极端恶劣的行为就不再是孤立，而是一种征兆。这种征兆在餐饮业巨头西贝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西贝这次可能真的要完了，因为他捅破的是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那个脓包，虚假的繁荣和对下一代的背叛。西贝一直以来的定位是什么？是中产阶级的家庭食堂，是家长们没时间做饭时一个放心的选择，尤其是他的儿童餐，更是无数宝妈信赖的招牌。人均150的消费换来的是什么？是预制菜，是用2年前的西兰花做成的儿童套餐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欺诈了，这是一种象征。一个号称闭着眼睛点道道都好吃的餐厅，后厨里没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只有微波炉的嗡嗡作响。他们不是厨师，他们只是菜的加热工。你看这里就很有意思了。西贝老板贾国龙的道歉信，通篇看不到任何真正的悔意，反而充满了傲慢和委屈。他说自己没错，是顾客的期望太高，是顾客在虐西贝。这句话简直是点睛之笔，它完美的概括了当下中国一种普遍的心态，问题不在于我做的多烂，而在于你们居然敢有要求。这种逻辑，我们是不是在更高层面上也经常听到？经济下行，他们不反思政策，反而指责年轻人不够努力；社会矛盾激化，他们不检讨制度，反而怪罪外部势力煽动。西贝的贾老板无意中说出了整个权力体系的心声。更诡异的是，当西贝被全网围攻时，一大批餐饮业老板居然排队出来力挺，发视频说我们还在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艺术？这无异于一群小偷在警察局门口集会，高喊我们还在偷。他们抱团取暖，恰恰证明了预制菜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，消费者被蒙在鼓里，成了被联合收割的韭菜。这顿饭下来，只有顾客是现宰的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已经失去自我净化能力的商业环境，剩下的只有比谁更没有底线。如果说西贝的预制菜是实体经济空心化的一个缩影，那么平台经济的现状则揭示了数字经济的合法抢劫本质。有个外卖店老板算了一笔账，1个月流水41万，听上去很惊人吧？最后进到自己口袋里的，刨去所有成本，只剩下不到2万块钱。钱去哪了？平台抽佣、高额的配送费、必须参加的满减活动、推广费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吸血的管道。你看那个账单，顾客实际支付了18万，商家到手15万，中间的差额加上商家自己承担的各种费用，最终导致平台的抽佣率高达惊人的 43.8%。这根本不是在做生意，这是在给平台当包身工。这个外卖老板还提到一个细节，他说为了不亏死，他不得不把商品原价虚高，让顾客替他承担一部分活动成本。你看，这个系统就是这样逼良为娼的。商家和顾客本应是利益共同体，现在却在平台的操纵下变成了零和博弈的对手。商家骗顾客，平台收割商家，最终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。那个所谓的41万流水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。这恐怕也解释了中国的 GDP 为何总是看起来那么光鲜，因为它计算的可能就是这种被无数中间环节层层加码、虚高到令人发指的流水，而不是最终创造的真实价值。
这种系统性的盘剥不仅仅针对商家，也针对每一个消费者。滴滴打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预估价30-40，最后支付时变成100多。客服的解释是，系统默认给你勾选了更贵的出租车，而且那个选项是折叠起来的。这种精心设计的陷阱每天都在上演，整个社会从吃饭到出行都被一张由算法和资本编织的大网笼罩着，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精准的算计和掠夺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信任基础都在被侵蚀，当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，并且对此心知肚明的时候，这个系统最害怕什么？他最害怕的是有人把这一切说出来。这就是护陈峰这样的人为什么必须消失。他没有谈论什么敏感的政治议题，他只是在直播连线中让那些外卖小哥、小商家、普通人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真实处境。他拍视频的初衷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想挣钱，顺便让社会进步一点点。这是一个多么朴素和卑微的愿望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所有的视频被下架，所有平台的账号一度被封禁。在他最后的发言里，他说：“我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和我的良心。”这句话在当下的环境中显得尤为沉重。系统已经病态到了什么地步？他不仅要禁止明确的反对，还要消灭所有自发的、真实的、未经编排的声音。护陈峰的遭遇标志着非政治化的公共空间也彻底消失了。过去，你只要不谈政治，似乎还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说几句真话。现在不行了，因为当经济全面下行，民生问题本身就成了最敏感的政治。你讨论外卖平台的抽成，就是在质疑经济模式的合理性；你关注西贝的预制菜，就是在拷问监管体系的公信力。每一件看似无关于政治的民生小事，最终都会指向那个根本性的问题：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？更有意思的是，护陈峰后来的遭遇，传闻他拿到了美国签证，然后又有人说他已经到了澳大利亚。这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悲哀的写照。一个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实话，就要被迫上演一出胜利大逃亡，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，真是可悲可笑。这件事让我想起另一个人物，演员袁立。他也曾在社交媒体上感慨，说自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，帮助农民，结果政府不让他说话，被帮助的农民也只认钱不认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困境，也是许多人最终选择论的根本原因。很多时候，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甚至不是来自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力，而是来自你周围的人，来自这个社会本身。就像一位观察者说的，共产党不是我们最大的对手，由每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中国人组成的那个社会，才是你最大的对手。这个社会在长期的压制和扭曲之下，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害的秩序。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，也随时可能变成加害者。那个往奶茶里抛拖鞋的员工，那个用放了2年的西兰花做儿童餐的商家，那个设计出默认勾选陷阱的产品经理，他们都是这个巨大绞肉机里的一部分。这种景象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，它像极了王朝末期，特别是晚明的那种味道。朝廷之上，党争不断，奢靡腐化；朝廷之外，民不聊生，信任崩塌，社会失去了基本的伦理底线，人们为了生存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有问题，但每个人又都在这个腐烂的体系里，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扮演着加速其腐烂的角色。表面的秩序还在维持，但整个社会的内在凝聚力早已瓦解。所以，当你看懂了西贝儿童餐里那盘2年前的西兰花，你也就看懂了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。他以最温馨的儿童餐为名，喂给这个国家未来的，却是早已腐烂变质的东西。而护陈峰的被销声，则像是关掉了最后一个还能发出警报的烟雾探测器。当房子里已经浓烟滚滚，他们选择的不是去救火，而是捂住你的嘴，蒙上你的眼睛，告诉你一切正常，令人不寒而栗。